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2025年上半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下降了近 20%， 但新加坡却逆势上扬，完成了90宗交易，总额突破 10.4 亿美元，创下2年来的新高。为什么全球资金更谨慎，新加坡却能吸金？在全球资本普遍收紧、投资人更谨慎的环境下，新加坡金融科技反而成了资金的首选赛道。这不是偶然，它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逻辑。稳健的监管聚焦的赛道，庞大的东南亚市场和创新友好的政策，都让新加坡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试验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加坡如何打造可信赖的金融生态？这波投资浪潮到底在压住什么未来？如果你关注金融科技投资，这期内容你一定不能错过。先来看看全球背景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球金融科技总投资额约447亿美元，比去年下半年下降近 20%。这意味着投资人变得更加谨慎，特别是欧美市场，在高利率环境下，风险偏好明显下降。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加坡却逆势完成了90宗交易，吸金 10.4 亿美元，创2年新高。这告诉我们，资本在收紧，但钱变得更聪明，他们更愿意流向稳定、政策清晰、市场潜力大的地方。新加坡之所以能逆势吸金，核心原因有2个：一是宏观稳定，无论是货币税制还是政治环境，都让跨国资金放心；二是市场定位清晰，新加坡定位自己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枢纽，重点发展支付、数字资产、AI、合规风控等赛道，吸引了长期资本布局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不是碰运气，而是顺势承接了全球资本的结构性转移，把自己打造成了亚洲最安全、最高效的金融科技试验场。新加坡能吸引全球资金，关键在于监管框架的可预期性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走在全球前列，率先推出稳定币监管标准，明确要求储备金透明度和合规审计，对数字资产企业发放正式牌照，给跨国机构提供合法合规的运营环境。在跨境支付互联上积极推动，和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印度等国实现实时支付对接，降低跨境交易成本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给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监管沙盒，让创新企业可以在受控环境里测试新产品，既保护消费者又不压死创新。这些政策组合拳降低了投资人的不确定性，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钱投下去不会因为监管政策突然变化而血本无归。这种确定性正是全球资本最看重的。新加坡金融科技投资有哪些赛道？赢家又有哪些？最大赢家是支付科技，投资额 4.75 亿美元，增长近7倍 ，AirWallex 等巨额融资直接拉高了交易规模。前3大融资案例都和跨境支付相关，这说明资本看好东南亚和全球贸易数字化的巨大需求。其次是数码资产和数字货币，共有48宗交易，显示 Web3 基础设施正逐渐成熟。不同于投机炒币，投资人更关注合规的托管清算交易系统，这是未来数字金融的底层水管。AI 金融科技也迎来高光时刻，吸引了 2.35 亿美元投资，重点在商业生产力、合规、风控、财务自动化等方向。这些不是炒概念，而是能切实提高效率、降低运营成本的解决方案。换句话说，资本不再盲目追风口，而是压住能落地、能赚钱、能持续成长的赛道。最后，我们来谈战略意义。这波10亿美元的涌入不仅仅是短期套利，而是长期布局。投资人越来越愿意把钱投向能塑造未来金融基础设施的企业。而新加坡恰好提供了这个舞台，稳定的制度、开放的市场、聚集的人才和资本，以及辐射整个东南亚的区位优势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新加坡不仅是资金的避风港，
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发动机。未来 AI 驱动的金融科技跨境支付互联，数字资产基础设施都将在这里率先落地，甚至可能输出到全球。一句话总结，全球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，押注新加坡将成为未来金融科技的全球创新中心。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，作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中心，新加坡的金融未来，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